开始做象鼻子，15圈。11，明显减速了啊。12，13。您还好吗，赵老师？我还好，我还好。开始。 进入6吧。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带着孩子们，让他们更加快乐的、健康的成长。这可能是你作为一个老师最大的价值和幸福。对。其实，真正的挑战还在今晚。今天晚上还将上演一项不可能的挑战。你们见过动物催眠人吗？ 这只狗到底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千禧之星珠宝将邀请您和我一起共同关注由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的《挑战不可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们见过动物催眠人？综合频道本周6晚8点档，挑战不可能，让生命绽放奇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现在能够看得到远处的飞机吗？看到了。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咱们还是稍微离远一点儿，这才是挑战不可能。请出我们中国的这位渔人，你真的告诉我，练气10几分钟的话，怎么可能呢？这个气冒得太快了，一看就不行了。我说是变形金刚没错吧？没错，马上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在座的有多少真的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觉得不可能。你们见过动物催眠人吗？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挑战不可能，让生命绽放奇迹。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平凡生命，极致绽放！欢迎来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激荡脑力，激发潜能。 挑战不可能由核桃乳领导者6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使用雷达扫描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发现，进入摇一摇功能，选择电视，参与挑战不可能节目的互动，赢取奖品。摇手机参与互动，赢取由史丹利第4元素复合肥独家赞助的奖品和现金红包。第4元素复合肥，为挑战者加油！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奇迹。我们发现人类的极限没有尽头，只要你想，就没有不可能。而今天，我们将和3位评委一起再度见证属于今晚的不可能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会使用生产工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确实，随着工具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也在不断的提升。 但是人和机器之间能不能够做到合而为一，就像自己的双手和双脚一样？今天将要登场的这位挑战者，或许能够为我们寻找答案。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大家好，
三位老师，你们好，我叫郭凯，是来自山东青岛港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您是驾驶什么车辆呢？驾驶的是工程机械。所以，究竟我们的这位挑战者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能大概的透露一点吗？我今天来到挑战的是用我的伙伴点燃7米高空的一个烟花。啊，点燃7米高空的烟花。烟花。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请出他的小伙伴。好，我们等你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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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听到了“回来”2个字。对。听这动静是个大家伙。哇！变形金刚来了。这么一个大家伙开上来，接下来的谜底就是到底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点燃7米高的烟花？如果没猜错的话，在您车的尾部绑着的这一部分应该是待会儿要引燃的火把。对对对对。你是要用它来点燃烟花，但是烟花现在从火把到烟花的距离，我估摸着大概还有3米左右，所以对对对。怎么升起来？您是要把车立起来吗？来到挑战不可能，我就要挑战自己。哇！挑战规则：挑战者驾驶装载机，将后轮翘起，倒着开上平台，并使用车尾的火把点燃7米高处的烟花，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过程中，后轮或铲斗触地，即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进入挑战区域。好的。加油！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我的天！哇！我的天，这是真的！我说是变形金刚，没错吧？没错，他马上就站起来了，待会儿。当这部装载车好像一个人这样子，他会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是挺吓人的，那个画面是庞大的。他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挑战不可能的项目给我们。赶快过来！我还是远一点。哇，这太难了。这个项目考验的是挑战者精准熟练的操控能力。装载机倒立着开上平台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要一直保持平衡。这需要挑战者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职业技能。他还在调整平衡，这个坡对他来讲太难了。这个困难呢，因为太重了，不容易平衡，在退后的情形，这是很困难。他的目光，他要从后镜，而且看准背后，很困难的。好，
他现在已经稳住了，正在往坡顶前进。他已经上了坡顶，他已经上了坡顶。他要咬住这个劲儿，不能让车再往下滑。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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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的，好的，好的，哦，过了一点，过了一点。现在他过了一点，他继续调整位置，往前，希望很大，往前。哎呀，冲过了，冲过了。哎呀，后轮已经着地了，他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他听不见你说话。他听不见我的声音，他现在紧接着来第二次。第二次挑战他能否成功，就看他上到坡顶以后，能否准确地寻找到火把点与烟花接触的那个位置。这个接触点非常的精准，因为火把的火焰并不大。好的，好的，还需要再抬升一点。好的，好的，还需要再抬升一点。好的，好的。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的，他哎呀，好的，他哎呀，好的，他哎呀，可惜，可惜，可惜！加油，郭师傅！郭师傅，我要告诉您，刚才第一次您在调整的过程中，后轮有一下已经着地了。落地了吗？后轮落地了。加上刚才那一下，您的后轮已经有2次着地，所以3次机会，您已经用掉了2次。我在车上是一点感觉没有，但是他告诉我，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哎，我那种劲儿，我感觉我是怎么会呢？不过我要告诉您的是，刚才的2次都非常非常接近，实际上就是那个火把和那个烟花接触的时间太短。您只要能保证在那停留大概哪怕半秒钟、1秒钟。我们的挑战就有希望成功，好吧，加油！看我这一次。连续2次的失败，让挑战者的压力瞬间变大，只剩最后的一次机会，他能挑战成功吗？仅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比他后边没有路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不管点多长时间，不管火把越着越小，但是我保证轮胎不能着地。我相信郭师傅这一把一定能成，加油！差不多。好的，再来一点点。因为郭师傅确实没有办法回头啊，再往后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错过了。往前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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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了，快好了。我，哎呀！
一个人呢，精神体力都有限，他已经花费了那么多的力量，开始流汗以后，他眼睛的视力就会常常受到影响。我想他成功的机会会越来越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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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位置需要调整。好的，郭师傅在调整。我心里想，我父亲在这里看着，我妈妈在这看着，我老婆看着，我孩子在这现场看着，我必须要成功，我要给我孩子树起榜样来。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加油！挑战成功！是的，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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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厉害厉害！天哪！哇，心都揪起来了。真的是啊，太壮观了。这个挑战项目是不是你也其实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啊？不长，因为我们正常作业的话，那种矿粉它有的是含水量比较大，重量不一样。但是你在装车的情况下，由于车速过快，一点刹车的情况下，后轮就又起，后轮一抬起来，那种心里那种恐惧感，自己感觉驾驭不了这种机械。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自己慢慢锻炼自己。所以他这个机械的平衡啊，其实对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货物，他要保证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安全的运行。接下来我去荣誉殿堂等你，希望好运，好，能够进入荣誉殿堂。郭帅哥，郭帅，从此改名。郭凯，你是青岛人吗？不是，我老家是山东乐陵的。哦，乐陵。那怎么去了青岛港工作了呢？在我16岁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得了一种心脏病，医院里边都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需要做支架或搭桥手术，因为我们农村没有这么多钱。当时我上学，我和我母亲商量，我说我不上了，我出去挣钱，打工。对，当时在我印象当中，挣钱最多的就是有一技之长，所以我就奔着这个去了一个天津的一个车队，但是去了以后不是这个样，去了以后让我当小工。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老板就喊上一个工厅去拉砖，一门从5点干到8点，装了有5000多块砖，到最后拿那个砖夹的时候，我手都拿不动了，当时手上起了7、8个血泡。回去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我就不会拿筷子。当时我表哥流着眼泪说：“表弟，你回去上学吧。”当时我就想，因为我父亲在家里还需要挣钱，还需要给他看病。第二，我第一次踏入社会，我就问我自己：我这样回去，我能抬起头来吗？教练一说郭凯累回来了，但是我咬牙，我就坚持下来了。我不敢回去，我也不能回去，我为了我的父亲。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要养家活口，是不容易的事情。你完全靠你的劳力换来你家庭的生计，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非常非常的同情。在那里就搬砖和灰，整整干了32天，这是我一辈子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你现在的那个生活状况是怎么样？通过我在青岛港这几年的工作吧，他给搭建了平台，我父亲的病逐渐的得到很好的恢复。哦，真的。自己也娶上了老婆，有了姑娘，有了儿子，还买上了自己的房子。哎呦，是。你的家人有来吗？有来。来，我们掌
掌声欢迎郭凯的全家上场和大家见个面。爸爸都来了，欢迎你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欢迎。爸爸看不出来曾经得过一场病哈，现在看上去可精神了。我现在的病啊，基本恢复的也挺好。儿子这些年也吃了点苦，你也知道哈。我的儿子啊，以后是一个大孝子，挺能干。我觉得这爸爸一说到儿子的时候，就是满对自豪之情是溢于言表。女儿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郭傲月。郭傲月，对，几岁啦？我8岁啦。8岁了。爸爸今天的表现棒不棒？很棒。很棒。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吗？爸爸，我爱你。谢谢我女儿给我发一个证书。哎呦，发个证书，成功的证书。你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每个人应该学的榜样。孝敬父母，爱护妻子，爱护你的女儿，热爱你的工作，永远不放弃。我的决定是难。谢谢。来，我们有请郭凯全家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人生不能没有梦，追求人生幸福的梦想就是理想，就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凭借吃苦耐劳、努力拼搏，郭凯迎来了自己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他精湛的操控技能更是震惊了全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凯进入荣誉殿堂。我们都听过催眠这个概念吧？更多的是在心理治疗当中人对人的催眠。但是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我们见过人对动物的催眠。但是今天，你们见过动物催眠人吗？动物催眠人吗？动物催眠人吗？动物催眠人，动物催眠人，你没有听错。在今年英国达人秀里面，就出现这样一只狗，它现场把9名观众催眠。著名评委西蒙·考威尔也被催得昏昏欲睡，这一切是真的吗？如果来到中国，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这条狗还能挑战成功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特殊的挑战者。Hello， 你好。你好。你好。My name's Christina. I'm 41 from Leeds in England, and this is Princess. Princess. 所以今天待会儿要挑战的是您呢，还是 Princess will be hypnotizing. I don't speak Mandarin. 哦，难道狗狗会说普通话吗？这个。She doesn't need to talk. She just needs to look. Don't stare at her. Don't stare at her. 不会吧，这么神奇？好，来，公主。哎，这是演的。刚才是演的了，但是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一幕，稍后我们真的会在场上真实的为各位呈现。真的吗？你们相信？真的。真的吗？真的。狗狗来催眠人家，
很不可思议。没有人会相信。催谁呢？催谁？你们3个你以为跑得了？我倒是很愿意尝试哎，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讲，催眠这个事儿真有。催眠是个很古老的技术，很早之前，埃及就有催眠了。催眠并不是叫人家睡觉，催眠就是你下意识的受它控制。哦，我们做刑侦的，也用催眠术。哦，有的时候为了让他回忆，我一个抢劫案件打了2枪，有一个证人看到那个车，但是刑警问他怎么记不起来，他就是那个车。后来催眠术他告诉我们是红色的，是什么样的车，还讲了3个号码出来。哇，也很神秘。这样，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挑战更具公平性，我们从现场挑选50名观众，然后从这50个人当中挑出15个，好吗？愿意报名的请举手。主持人随即召集了50位愿意参加挑战的观众，克里斯蒂娜·列侬从中挑选出了15位，作为本次挑战的催眠对象。15, yeah. 在挑战进行之前，克里斯蒂娜·列侬要和她挑选出的15名观众，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单独培训15分钟。现在15分钟过去了，他们回到了现场。哎，3位评委当中有没有人愿意试一下？我们先派华健评委。队长收到。来，挑战规则如下：狐狸犬公主依次对15位观众进行催眠，若成功催眠人数不少于10位观众，即为挑战成功。好，我宣布挑战开始。从现在起保持安静。催眠是在被催眠者愿意的前提下，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方式的引导，使人产生一种高度受暗示性的特殊状态。现在，催眠更多的应用于医疗、心理咨询、舞台表演等多个领域。今天，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将是动物第一次催眠人类。狐狸犬公主能成功吗？来下一个，他催眠不到，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他第一个，有的意志很坚强的，或者他心里不愿意接受催眠的。
看到第一个人哐倒下的时候，我简直就惊着了那种。Okay, I think that's it. Do you want to go back to your seats? Shh. Okay, on the count of 5, be wide awake. On the count of 5, be wide awake. 当我数到5，你们会完全清醒。1、2、3、4、5，完全清醒。他那个眼皮是重到睁不开的，然后很奇特，我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儿的那种慌张的表情，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画面。No way！ 本身催眠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一种辅助手段，它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今天只是亲眼所见而已，可是还是觉得难以相信。我想问，刚才那个穿黑衬衣的男生，你是第一个倒下的，你醒了吗？对，就是你。我在这儿跟你说话。嘿，你过来。嘿。嗨。我现在醒了，但是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发生了怎么回事？你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呀。你完全不知道。你睡着的速度有多快吗？你上来基本上是属于，你是这个节奏，我的天！不知道呀。可是你看到了什么？那小伙子，你看到了什么？我看那个狗狗的眼睛，就不知道，就睡着了，我就不知道干嘛了。你就完全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还有那个第一个女生，对，第一个女生，你是最早上来的，可是你是偏后一点才睡着的。这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华健老师一直看着这个女生的表情，你可以给董卿描述一下她之前的状态。我只看到她背影。对，我看到她表情，然后她很快就眼睛开始很累的感觉，一路眨眼睛，然后结果后来她多叫别人上来的时候，反而离开了一阵，她又醒了一下，很明确的。然后我想说，难道她会逃过吗？对啊。结果她已经把她摆在旁边了，人家倒了以后，她回来，一开枪，砰就倒了。
你讲一下你的过程。你是怎么感受的呀？就是那个小狗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头稍微有一点犯困，但是就是意识还是很清醒。就是它一直看着我的呢，我这个犯困的这个过程会一直存在。但是这个小狗到看别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又清醒了一点。但是到后来那个狗一直盯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瞬间就没有劲儿了似的，就倒下去了。对。通常催眠师都有一个道具，今天他主要的工具就是 Princess 那条狗。这只狗确实很有特点，就是首先它是全黑的，它都没有眼白，这个也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迷离感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然后呢，它是一种长期受训练的一只狗，它眼睛眨巴的时候是很有特点的，它是特别困倦的那样眨眼。它特别困倦的时候眨眼，就会勾起对面这个人身体内部疲劳的部分。我要问在座的有多少真的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有很多人都不相信哈，都觉得太神奇了，包括我和华健老师也是。我们两个刚才自愿说参与一下，现在问一下 Christina， 她现在的状态还能再试一下我和华健老师吗？没问题。一起摇的，很紧张啊！ She's hypnotized very famous people in the UK, very famous. Simon Cowell. 英国达人秀的那个评委。No. Not intelligent enough. 你有。他说你们两个不太聪明。我们俩智商没到这个够聪明的。哎，我有一点点那个。我觉得你有点困。不是，我有一点点，就是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有一瞬間好像感觉就被吸进去了。没有，就是你的视线，你的整个意识突然变窄了，聚焦的那个感觉。啊，有聚焦的。但是你没有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对吗？其实有一点点，只能证明一件事情。我和华健老师都是铁石心肠，就像 Christina 说的，不够聪明。不够聪明。谢谢华健评委。谢谢 Johannes。Thank you。希望能在荣誉殿堂看见您和您的伙伴。我想问一下 Christina， 这15个人你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因为你很快，你有自己的什么样的挑选标准呢？ Basically, the fact that they wanted to volunteer told me that they were suggestible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come up here. So that shows me that they're suggestible and they know what's expected of them. 我可以去试试看吗？那我们问一下，有哪一个自愿再一次？哪个愿意再来一次？那个女生，就是你。好。其实我也不信，就我觉得。可是我刚刚那个画面太……对，所以我一定要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金老师变聪明。
OK， 算了，可以了。差一点。我觉得我身边那姑娘又快着了，有点没有啊？她已经开始，她在我边上已经开始晃了，她在摇晃了，她已经开始摇晃了。她没有怎么看我，她没怎么看我，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明显她跟我不是特别有缘。催眠作为一种辅助的治疗手段，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能够进入不同程度的催眠状态。只有少部分低易感人群不易被催眠，但如果被催眠者对催眠师缺乏足够的信任，也可能会导致催眠的失败。而董卿、周华健和主持人撒贝宁由于都是将信将疑，所以催眠失败。现在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问 Christina。Christina， 你是做什么的 I'm a hypnotherapist and a psychotherapist in the UK. That's just one of about 10 certificates I've got. 所以他平常工作都要用 Princess， 还是他自己可以催眠人 I have hypnotized people with Princess and on my own. Princess 是经过你的训练的，对吗？然后他才有这种能力。Animals in the wild can hypnotize the prey into submission. 那这样的催眠术主要是用于做什么呢？ Well, basically, I use hypnosis in my practice. I help people with anxiety, agoraphobia. I help people I've helped famous sports personalities reach their peak in their chosen field. So I use it every day for quite serious issues. I also tend to use the dog when I'm working with children because the dog tends to put children at ease. 他们也会睡着吗，孩子 Yeah, they're very suggestible, very suggestible. 我非常挣扎。当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有很多狐疑，很多疑问，很多问号。当我看到很多现场观众，我真的很神乎其技的一个倒一个倒，我是相信的，他真的挑战了一个不可能。我的决定是能。其实我们以前在小说、在电影当中会看到催眠师，他们可以将人催眠，我都觉得那个好神奇啊！就是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就被催眠了？我今天是亲眼所见，真的很感谢 Christina。但是我不认为你们可以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抱歉。谢谢。催眠术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技术，我自己也学过一些时间，所以我对催眠术并不怀疑。成功过关了。有请 Christina 和 Princess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催眠作为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有着多种用途。克里斯蒂娜·列侬凭借15年催眠师从业经验，治疗了2000多位病人。而利用狗狗作为催眠的工具来完成催眠人类，它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的。让我们记住这位来自英国的催眠师和他的狐狸犬公主。摇手机参与互动，赢取由史丹利第4元素复合肥独家赞助的奖品和现金红包。第4元素复合肥，为挑战者加油！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和机械之间相互配合完成的挑战，比如说用挖掘机投3分球，然后用这个叉车挂啤酒瓶子，等等，这些都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人类居然能够把工具灵活运用到如同自己的手臂甚至是手指一样的精巧。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之前出现在我们舞台上的这些机械都是在地上跑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机械向一个更加不可能的极致推一推呢？
今天有一个挑战者应声而来，我们请各位移步到场外，我们共同见证今天的挑战不可能。我们已经听见远处有马达的声音。看到了，直升飞机已经穿越了我们前方的这座高塔，目前正在稳稳地准备降落在我们的场地中心。而驾驶直升飞机的就是我们的挑战者赵阳。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大，但是在现场我们仍然还是能感觉到，哇！我觉得咱们还是稍微离远一点儿。刚才你在降落之前有一个动作，直升机的尾桨绕着我们转圈，那个是你在做你的一个表演，还是说那个时候你确实在寻找你的降落地点？这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动动作，叫做同心圆，是练习飞行员的协调性的一个训练科目的。就刚才这个动作，其实上是向我们展示实力呢。但是稍后我们的直升机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这个说出来你就会更觉得不可思议了。你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到底他要用直升机干什么呢？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直升机开啤酒瓶。直升机开啤酒瓶，直升机开啤酒瓶，拿什么东西打开啊？我们在直升机的滑橇上绑了一个我们平时常用的酒起子。在直升机的滑橇，对，起落架。三位可以到这来看一眼，来。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起子到底长什么样？哦，真的。其实说实在的，哦，在这儿呢。开瓶器。在哪？这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开瓶器。在这儿。对啊。天哪！起子才多大点儿啊？那飞机多大个儿啊？然后飞机是什么体量？啤酒瓶的盖是什么体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差，就让你觉得可能吗？你以前做过吗？这个？我在13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全国的直升机锦标赛。在那个上面有这个比赛项目。当时开了几个啤酒瓶啊？当时的成绩4分钟只开了1个。这个项目要进行到毫米之间的一个差别的控制，必须要做到精准。要想顺利的完成这个挑战，必须做到人机合一的一种状态。挑战规则：5瓶啤酒被分别固定在距离地面2米高的标杆上。挑战者驾驶直升机，利用固定在直升机右侧滑橇上的普通开瓶器，打开啤酒瓶盖。5分钟时间内打开3瓶，且瓶身没有任何损坏，即为挑战成功。我们给挑战者准备了3次挑战机会，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的完成挑战。本项挑战要求挑战者必须依靠绝对精准的判断和控制力，以及稳定的心理素质，克服直升机自身的震动以及气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实现达到毫米级的超高精准操控。计时开始。已经靠近第1瓶啤酒了，就差一点，已经碰到瓶子。现在他还在艰难地寻找
啤酒瓶起子和啤酒瓶盖的接触点，这个实在太难了，太难了。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把直升机移到了下一个啤酒瓶的地方。我自身的一个动作，一个微小的操作，都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一个稳定，必须要做到精准。没有打开，第二瓶没有打开。我们可以看到瓶子现在有些晃动，它现在又返回到第一瓶，可是要等晃动停下来，它只有5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分钟，它还没有成功的开启任何一瓶啤酒。按照我们的规则，5瓶当中它只要开启3瓶。打开了，开了，开一个，他已经开启了一个啤酒瓶盖。第一个啤酒瓶。第一瓶现在已经顺利打开，确实太难了。直升机开啤酒瓶啊，我们的挑战者必须进行绝对精准的操控。瓶起子距离瓶盖现在非常的近，他还在不断的尝试，还在坚持。我们来看，啤酒沫已经流出来了，但是瓶子还没开。开了，他已经开了2个啤酒瓶盖了，两个了，已经过去2分钟了。现在他是第3个了。只要第3个能够成功打开。现在的时间是2分12秒，他又转移到了第4个上面，看来第3个位置也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直升机的座舱里要进行几百个的调整动作，而且要快速的反应，才能做到毫米误差的一个级别。就差1点。差一点。不仅仅是要保持飞机悬停的稳定，还要完成一个像手一样灵巧的动作。差一点。他的啤酒瓶起子现在距离啤酒瓶盖非常的近，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他最满意的接触点。这确实太难了，真的是挑战不可能啊！他只有在啤酒瓶起子能够完全扣住瓶盖的那一瞬间，调整飞机的姿势。他又换到了第3个。好的，第3个我觉得现在位置不错。他在慢慢的调整高度，下降，把啤酒瓶稳稳的套在他的起子里面。3分30秒，他现在只需要再打开1瓶啤酒就可以挑战成功。这也是一项需要考验全身协调能力的挑战。有了。差一点点。他的眼睛不但要观察啤酒瓶盖和啤酒瓶起子之间的距离，而且他还要时刻观察他的飞机的姿态，以及他面前所有的操控和仪表。这已经不是1心2用的问题了。哎呀！时间现在是3分59，还有1分钟。加油！哎呀！还有1分钟。他已经完成了3个了吗？开了。挑战已经成功，但是赵阳现在还在继续，他这是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完成了，4个都开了。我必须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达到一个人机合一的境界。他现在正在挑战他的极限。他驾驶着直升机移到了最后1瓶的位置。哎呀，4分35。我们来看看赵阳今天能不能打开第5瓶呢？还有最后的15秒，他在做最后的努力。10、9、8、
我就问一下，如果是今天这个成绩，5分钟之内开启4个，在全国锦标赛你能拿什么名次？我可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哇！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祝你好运。赵阳，你开的直升机平时是用来做什么的？主要是用来农林喷洒，最基层的公用航空的一个作业项目。所以你跟民航飞行员的工作性质有那么一些不太一样，那你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也不一样吗？我们作业的地点往往都是偏远的山区、森林，我们也是起早贪黑，很艰辛的。1年365天，基本上有300天都在出差。对我家里人，我是比较内疚的。我的爱人付出的太多，包括两边的老人都是他在照顾孩子，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工作。你这次来我们挑战不可能节目，你爱人知道吗？我来之前他不知道。为什么没告诉他呢？我想，如果挑战成功了，结束了，我想给他一个惊喜。那如果说现在你就可以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了，你要跟她说什么呢？脑子是空白的。脑子，你想想吧，后边有观众提醒你了，他说什么？来。说不出口。提起勇气，加油！舞台上的赵阳还不知道，节目组也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此刻，他的妻子就在挑战不可能的录制现场，等待着他的回答。老婆，这4年你辛苦了，我爱你。还有，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好不好？来，有请。赵阳的媳妇儿、儿子。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赵阳的爱人，叫庞燕，来自淄博。儿子叫什么名字呀？大名叫赵锦硕，小名叫晨晨。晨晨，晨晨，老爸帅不帅？今天？帅。老婆，这么小声啊？你帅还是他帅？你帅。谁帅呀？到底？彭燕，刚才你在那边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公今天是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你表白了。这个从来都没有听过，连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讲过。他来吧。我老公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很辛苦，他在家从来不讲。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男人该承担的，是他该做的。我老公的确挺棒的，很棒。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请他们一家3口一起走进荣誉殿堂？同不同意？好，同意，我们就一起来。能啊！立足于平凡的本职工作，赵阳积累下扎实的飞行实力，在今天实现精准控制。达成人机合一般的挥洒自如，向自我挑战，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对正常人来讲，我们的腰椎向后折叠的活动范围大概是在30度左右，而向前折叠的这个角度一般是在70度左右。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挑战者。他的挑战将是人类身体柔软程度的极限。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你好，桑老师。你好，你好。三位老师，你们好，我叫刘唐，今年24岁，我的职业是一名柔术演员，谢谢。你练柔术有多久了？从小？我目前有15年了，我是从9岁到10岁开始练习的吧。今天刘腾将要挑战的项目，
让它柔软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有请道具老师把挑战要用的道具带上舞台。挑战规则：选手反向360度折叠身体，依次穿过尺寸为60乘以55乘以50厘米的第一个方盒子，然后60乘以50乘以50的第二个盒子，以及最后50乘以45乘以50的第三个盒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移动的滑门，我们会由现场的挑战助理来帮助他掌控。那么最后，当他到达这个尺寸最小的底端的箱内，并且由挑战助理合上最小的箱子的箱盖之后，即为挑战成功。我是没看过要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这样的，他怎么进去？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刚才他趁这个摆道具的时候，小声跟我说萨老师你太坏了，说导演组跟他讲，说是我要求的，最后挑战规则里一定要把最后一扇门关上，才算挑战成功。说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对。因为之前排练的时候，我不给大家撒谎，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完成过，一次都没有完成过。我跟你讲，刘腾，在这个舞台上，往往能激发出挑战者更深的潜力和功力。我特别喜欢李昌钰老师说的一句话：一生中只做一件事情，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叫做挑战不可能。谢谢。那就来吧。好。刘腾是国内顶级柔术第1人，但是整个身子要穿过透明箱子搭成的通道，这是他第1次。挑战能否成功？这不仅需要他有着天生极好的柔韧性，更需要后天的不懈努力。今天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他能否突破自我，挑战成功呢？确实，挑战规则的设置，我们是不断的在增大难度，而对于每一个挑战者来讲，也许他面临的都会比自己平时训练的难度要更高，但是这恰恰能够表达在这个舞台上人类潜能的集聚。准备好了，告诉我。挑战开始。直接就像一条鱼这样卷了进去，就是那种很坚毅的表情，其实是很美的。他要寻找到最合适的空间。他在用下巴轻轻地把这一块隔板给蹭开，然后让自己的脚有一个放置的空间，然后现在他的双手在帮助他移动这块隔板，必须要借助一些力量。哇，好的，好的，哇，哇，哇，啊。
在继续进入第3个伤者的时候，就开始看到会有痛苦的表情，那个是你不忍心的。这不光是一个对柔术技能的考验，更重要的，他要精准地计算他所需要的空间，以及他怎么最合理地摆放他的四肢，尽量的在有限的空间内让自己通过。好的，他已经很快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现在这个开口对他来讲非常艰难。只要最后上面这块隔板能够成功的放进去，哇！快，将这块隔板能够关上。关不了。是否能关上？关不了，关不了。关不了，关不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那盖子是盖不起来的。假如说一定要给那盖子盖起来，可能会造成意外，它不会成功的。最后一个箱体最小，只有50乘45乘50，也是目前难度最高的挑战，意味着刘腾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面对最后的这个难关，他能挑战成功吗？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不行，不行，不行，他这个不行，空间已经不可能，已经到极致了，不可能了。我已经看不到空间了。我把腿伸出来再盖上。满脸淋漓的汗水，尽力折叠的身躯，刘腾并没有放弃。他把腿放出来之后，终于盖上了上面的隔板。但是箱子里狭小的空间让他的移动越发艰难，他咬牙坚持着，不断往前挪动着，去完成最后的挑战。关不了，关不了。拿掉，拿掉，拿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把盖板拿掉。不着急，别受伤。不要着急，别急，别急，不要着急，不着急，慢慢的。不要着急，他现在腰部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哇，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你看他腰后面都是一道一道的印子，褶的，全是汗啊。哇！从挑战不可能这个角度来看，他真的是完全做到了，很难得，非常难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这个。慢点，慢点，慢点。我带你去旅游。在喊盖上盖上。谁说的？我是想进去体验一下他所面临的那种处境。空间，那个空间太吓人了。就是
密封在里面，对，它是有一种没有一点余地，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你上不去下不来，折叠的又是最疼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里面的思想想的是，只能靠自己。确实不容易，仅凭着这一点，表达我个人的敬意。谢谢大家。刘腾，你以前表演过这个项目吗？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因为我就是说嘛，在我以前的所有项目，我也创造过很多项目，但是说这个项目是第一次。其他也没有别人表演过。有国外的，没有。现在这个项目，我可以说，可能全世界、全中国，我是第一人。对。哇哦！我不管今天的流程怎么样哈，甚至其实我们原来好像应该有一些规矩的，像我们在挑战这个不可能，我觉得我们给了你一个规矩。而你还是敢去接受这个挑战，我今天想要破一点点规矩，我都不管，我先给你一个能。谢谢。对不起，我可能坏了你们的规矩，可是我刚刚是深深受到感动，甚至看他的努力要从箱子转箱子的那个过程里面，他付出的太多，然后我觉得那个毅力是可嘉的。华健大哥，是的，是什么？让您做出了如此不可能的举动。按照规则，应该是主持人先宣布他挑战是否成功。如果挑战没有成功，你们就不需要表决了。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说我可能。但现在您这摁了以后，呀，没有，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先破一个规矩。我觉得我用最高的一个动作来表达我的诚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华健老师，如果需要表达诚意，我建议您把他的通道自己走一遍，你感受一下，确实很难。这样，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尽管上面说了要盖上一个箱盖，但是刚才根据现场，我个人认为这个盖上箱盖确实是我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一个非常苛刻的，甚至是不合乎情理的举动。所以我个人宣布，在这样的挑战规则之下，尽管最后那个箱盖没有盖上。刘腾的挑战依然成功。哇！接下来我会在荣誉殿堂去等待你，祝你好运。我只是想说，你刚才的表演从镜头里看，真的让所有的人都为你揪着心，捏一把汗。但是我想表达的最终的一个态度是，因为今天可能在我们的规则制定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影响到了我现在的一个判断。我不想轻易的做这个判断。那我这一票，我的表决的这一票，我弃权，但我依然祝福你。谢谢董卿老师，谢谢。你当时在里边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当时就是在进入第一个箱子的时候，我就想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因为我的思想不能乱。我先进入这个，然后我再去想下一个。他刚才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之学，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我说你来。谢谢。有请刘腾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刘腾凭借永不言弃的坚韧精神，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柔韧极限，挑战了他从未成功过的挑战。让我们记住这位24岁的女孩刘腾。长安福特锐界 2.7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超强动力，挑战不可能。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激荡脑力，激发潜能。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6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欢迎您打开手机百度客户端，搜索挑战不可能，参与节目的互动。千禧之星珠宝邀请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精彩内容。我们都知道，作为在陆地上面生活的人类，我们一直有2个梦想。在天空翱翔，在水中自由的游动。那么，经过对全国认真的走访和调查，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传说中的那个鱼人。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水里憋气，能够达到常人所不能达到的停留的时间。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中国的这位挑战不可能的愚人，有请。有请王祖蓝。小刀你好。哇，讲到我好像那种好厉害的运动员啊！大家好。刚才我说的，大家相信吗？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在中国找到的在水里憋气时间最长的渔人。我说的是真的。对啊。在昨天我们测试的过程当中，王祖蓝真的是做到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极限。他的头一直可以埋在这个水缸里，将近后来半个多小时吧，他把水全部喝完了。昨天来的是不是金星老师？所以你认错了，不是我来的，对吧？但是你敢于今天在这里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挑战一下你自己的极限吗？你要不要戴上泳帽？好了，就好歹这样的话，尽管表情我们顾不上，但发型我们可以顾上。好。感觉专业了。来，掌声鼓励一下王祖蓝。3、2、1，挑战开始，挑战开始。哎，他真的在喝哎。真的，水面在急速下降。睁着眼睛吗？他闭着眼睛，从鼻孔里张着嘴吗？从鼻孔里不断的往外冒着气泡。他不应该把这个气冒的太快了，一看就不行了，已经。他怎么有这么多气泡？他在冒泡。表情现在开始有点狰狞了。好，他在敲他的鱼缸。以我们约定好的暗号，他敲鱼缸的意思就是他还可以再待5分钟。现在的时间是45秒。哇！你能否坚持到1分半？好，好。左腿已经开始痉挛，右腿也开始痉挛。怎么样？我们来给他1分05秒，1分05秒。1分05秒，那水怎么还在里面跳呢？1分05秒20，很厉害耶！掌声送给王祖蓝。哇！这个擦了多少粉呢？那水怎么变成白的了？还认得出来吗，董卿姐？出来了，认出来。粉蛮多的，啊，但是真的不容易。对，你那个时候要放弃了，就失败了。对，1分05秒，今天王祖蓝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对自己的极限的这种挑战的勇气。不过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一位真正的渔人，就在我们这道神秘的帘子的后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渔人 Tom Shiatas。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在水池里正在进行吸氧准备的，就是我们的渔人 Tom， 而坐在这个水池上面的是他的助手塞巴斯蒂安。Hello, nice to meet you guys. Welcome to the show.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这位真正的渔人来自德国，而他也在向我们展示究竟人类单靠肺部的憋气在水中能够生存的极限时间是多长。本次挑战将进行现场憋气对抗，主持人随机选出自认为憋气能力强的9位观众，和王祖蓝一起10人与挑战者对抗。在挑战开始后，10个人将进行轮流的憋气接力。
如果挑战者憋气时间超过10人憋气时间总和，即为挑战成功。10个人就每人1分钟的话，就得10分钟啊，挺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的选手挑战之前，他要大约进行20分钟的准备活动，就是吸氧。人类的承受能力与肺部空气的容纳量、血液初始含氧量、闭气时机体的耗氧量有关。另外还包括对2氧化碳的耐受能力和身体对低氧的耐受能力。一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通过训练后，憋气的最长时间大约在3分钟左右。在进行挑战之前，挑战者吸入了大量氧气，氧气会跟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在之后的低氧状态中可以缓慢释放，供身体使用。同时，如果挑战者还利用特殊的呼吸方式降低血液中的2氧化碳的水平，这样可以获得更长的憋气时间。他能战胜10位观众吗？他只要一摘掉氧气面罩，我立刻发令你就注水。现在可以做好准备了。他摘掉了氧气面罩，开始。我们以大屏幕上的时间为准。我的计时稍微延后了1、2秒。加油！你要比我长啊！如果到水里要憋着气只几分钟的话，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坚持到了40秒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这是我们入水的第1位观众，45秒，你已经到了刚才王祖蓝听到我报时的第1个时间点，还有15秒。其实你在心里默默在给自己数20下。哇，厉害，好啊，好厉害！他到现在一口气都没吐出来。1分钟，哇，超过我了！他已经超过了王祖蓝，不要上来！而且现在他的鼻子里面还没有往外呼气，我还没有看到1个气泡。这么厉害啊！我做你徒弟了。哇，他起来了，1分20秒。下一个观众紧接着把头扎到了水里，哇，节奏接得好紧。第一个真的好厉害哦，哇！但是我们的对手呢，真的完全没有呼出来啊，把那个气。第一个观众的憋气能力就达到了1分20秒。如果后面的成绩都不低于他的话，那么挑战者憋气总时间将会达到13分钟以上。这是一个超乎常人想象的时间。汤姆西亚塔斯能够挑战成功吗？我们的下一位已经多少了？他好像已经超过了1分20了。哇！好，起来了，1分34秒。哇！哎，照这样下去有希望了。刚刚3分钟开始。挑战者的助手会每隔一段时间询问一次他的状况。挑战者会用扣食指的动作来表示自己情况很好。第3个28秒啊！多少了？现在多少？现在是1分50秒。1分50秒啊！真的差不多2分钟了。我的天！你别好，最后他出来了，你还没出来。好，他起来了，但是他目前应该是时间最长的一个。有多长？2分10秒。
秒。现在还剩下最后5位，看看能不能挑战逆转成功呢？他现在他手腕上显示的这个数字，这是他的心率吗？是吗？是他的心率。哎呀，他的心跳还是偏快。他还是很快的。对。所以他现在是高了嘛？这个对，好。刚才你看他。我们现场尽量保持安静，他声音一吵闹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那个心率和情绪。人在静息状态时，每分钟新陈代谢消耗大约0.36升氧气，静躺时氧气消耗量会更低。现场的掌声影响到挑战者的心率加快，就会提高他的耗氧量，减少他憋气的时间。如果他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率，就可能导致挑战失败。好，10秒。哇，这都是2分俱乐部的人呢。44秒。多少？44秒。这位观众创了男生新低。有一种在水里很长的，它就叫做休眠状态，这样呢，你的这耗氧率就会减低，那你就能在水里长一点。32秒。我要准备了，我要准备了。一个44秒，一个32秒。加油啊，小伙子！你是王祖蓝唯一的希望。观众对获胜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最后2人的身上了。他们能够战胜鱼人汤姆西亚塔斯吗？好，起来了。1分55秒。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王祖蓝已经进入水中。我们希望王祖蓝至少能够挑战自己刚才的1分05秒的记录。现在总时长已经到了将近15分钟了，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不可思议？人类的极限到底在哪儿？15分钟，我觉得我都透不过气儿了。真的很恐怖哦。对呀，你没有呼吸呀。太可怜了。没有呼吸。王祖蓝多少了？有人计时吗？1分15秒。1分15秒了，王祖蓝已经突破了他自己。好，祖蓝的左腿再一次翘了起来，这是他还剩10秒的信号。你看他转了一个方向。祖蓝的左腿再一次翘了起来。好，好，好！1分32秒。1分32秒。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10个观众以及我们的挑战大使的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但是我们的挑战者仍然还在水缸中，他的挑战到目前已经成功了。但是他仍然还在继续，所以我们继续保持安静。15分，天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极限了。我是觉得揪心，你知道吗？好了没啊？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一共是多少？你们刚才一共是到了15分钟左右。哇，他现在16了，可以憋这么久啊？好，他转过来了，他转过来了，他可能要出水了。OK。 马上就要到18分钟了。他现在能多坚持1秒，他的记录也许就能在世界上保持更长的时间。他准备出水，准备。 他还示意说还应该还可以再坚持一下，8分40。马上就要到19分了。19 Minuten. 19 Minuten. 哇！ 哇！现在我们可以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尖叫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挑战成功！这是真正的愚人，而且他上来之后笑眯眯的跟着他的助手，一点都不辛苦啊！哦，一点都没有感觉，好像我好帅啊！哇 ，It's awesome！ 瞧这身材，祖蓝往中间站一下。我天，这大长胳膊大长腿，哇！我觉得这个肺部的容量呢，跟身高是有关系的。那一定了。那个问一下，它的肺活量是多少 ？That's a secret. Nobody has to know this. 哇，哦，这是 secret， 没人知道。这是一个秘密，不能告诉大家。没有人知道它的肺活量。真的。That was a joke. 玩笑话。他还这么幽默，他憋了15分钟气，还这么幽默。刚才他悄悄地告诉我，肺活量是7升，7升也就是7000毫升，7000毫升，7000毫升。美国那个6面金牌的那个菲尔普斯是12000。我的天！但是看来这个跟肺活量好像不是有特别直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样，我们现场挑战已经成功。那么接下来呢，我和祖蓝会去荣誉殿堂，我们将在那里等待你，祝你好运。你怎么发现自己可以憋气那么久的这个功能？ That was during a vacation in 2000. I did go for scuba diving, and after the scuba course, I went down on my own with a snorkel, and I went very deep. And the diving instructor told me that I have a very special talent. 那现在的世界纪录是你保持的吗？ I'm not really sure if they have confirmed the documents already, but I think I do have the record. 那我很好奇，既然你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那今天为什么还要来到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呢？ Yeah, challenging the impossible is in my blood. I want to do things that nobody else can do. 今天真的很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因为我们经常用站在世界之巅去形容一个人胜利的样子，可是你今天却是在深水之底向我们证明了你的超凡的能力。所以对你今天挑战成功的项目能否进入荣誉殿堂，我们的决定是能。生命起源于海洋，进化至今，人类已经无法在水中生存，但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生命进化的探索。
在深水之地挑战人体的体能极限。汤姆西亚塔斯惊人的憋气能力，让我们对人体本身有了新的认识，激励着人们不断挑战自我，发掘自身的潜能。让我们掌声欢迎汤姆西亚塔斯进入荣誉殿堂。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激荡脑力，激发潜能。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6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感谢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北京园博园对本节目的录制提供场地支持。欢迎登录短视频社区美拍、百度贴吧参与节目互动，登录新浪娱乐、腾讯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一点资讯、今日头条，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平凡生命，极致绽放。感谢收看我们的挑战不可能，下周再见。